11名男性青少年被性侵，多位受害者被割去生殖器。本期小叶奇谈揭秘残忍变态的河南杞县韩卫星连环杀人案。时间2007年9月12日凌晨，地点河南杞县附近镇。28岁的夏天俊喝了点酒，睡得正香，院子的大门也忘了关。突然，一个黑影窜了进来，掏出随身携带的木棍，将夏天俊一棒子敲晕，然后黑影把夏天俊拖到院子大门外。门外东侧10几米处有一个玉米地，黑影就是在这个玉米地里将夏天俊勒死，然后用刀割下了他的整套小丁丁。随后，黑影隐没在玉米地里消失了。清晨，夏天俊的家人起床后发现夏天俊不见了，最后在玉米地里找到了不会呼吸的夏天俊。警方赶来后，发现夏天俊的小天君不翼而飞，只留下一个19×18.5的巨大长方形切口。警方封锁了现场，想要找到些有用线索，但是围观的群众太多，案发现场遭到严重破坏，警方也并没有提取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侦查员提出了一个想法，凶手杀人并带走生殖器官具有很明显的取向问题，但是一般的性变态不至于要人性命，可能这个凶手跟夏天俊有什么仇恨。警方调取之前的档案，试图从中找寻一些案例，结果这卷宗一看，警察吓得立马报了警。像这种割走人生殖器的案件不止一例。就在1999年6月21日，也是在杞县富集镇，一位姓赵的男子也是在睡觉的时候被人打昏，小丁丁也是被人切下带走。幸运的是，赵某被人及时发现，送到医院救了下来。但是没有了小丁丁的赵某成为了一名中性人，因为探案能力有限，当时凶手也没有找到。巧合的是，这两起案件作案手法一样，都是先用绳子套住脖子，将人勒晕，然后拖到僻静之处再行凶割迹。很显然，凶手不是男人就是女人，但肯定是同一个人。随后，警方再次发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，就在1998年7月，在当地的几家中学附近，一共发生了11起针对男性青少年的伤害案件。这些男孩都遭到了性侵，然后小丁丁被人割走。其中，在1998年9月12日，附集2中学生吴某突然间被人用麻袋套住脑袋，强行拖到了校园外面，然后脖子被人勒住，试图探索他的菊花。吴某拼命反抗，却激怒了凶手，用刀子直接割下了吴某的2颗蛋蛋。在这么多受害人中，有很多人都选择隐瞒下来，他们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情，并没有想起要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。这些人有的外出打工，有的已经成家立业，警方保证一定会给他们一个公道。在警方的调查下发现，这10几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人所为，这个人每次作案都会带一把刀和一根绳子，而且都把脸蒙上了，让人看不清他是男是女是死是活。根据受害人对凶手的描述，警方大概了解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，重点将怀疑对象放在了33至40岁的男人之间，而且凶手的作案范围都在同一乡镇，所以凶手应该也在这边居住。警方以吴天俊所在的村子为圆心，调查慢慢往周围扩散，很快有2名嫌疑人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，一位为杨某，一位名为韩卫星。警方调查了2人一段时间，发现2人有同性恋行为，询问之后才得知2人不仅是情侣关系，而且还滚过床单。杨某还怀疑韩卫星偷了自己一部手机，但是杨某才22岁，不在凶手的年龄特征范围内，所以警方排除了杨某的嫌疑。韩卫星的嫌疑很大，他37岁，而且符合当时警方排查凶手的几个特征，但是没有证据。传讯了几次之后也不了了之。韩卫星和自家哥哥学过屠宰，自己的妻子患有妇科疾病，2人是分居状态。等到9月20日，警方再次去韩卫星家中走访时，韩卫星却主动打开柜子，让侦查员进行搜。这一行为挺反常的，因为一个普通人在接受调查、走访次数多了之后，总会有些不耐烦。侦查员这一次在他家注意到了一本书《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》，再加上之前了解到韩卫星学过屠宰，警方对他的怀疑再次加深，再次进行传唤。这一次，韩卫星承认了杨某的手机是他偷的，
但是切除男性小丁丁的案件，他并不承认与自己有关，于是警方暂时以偷窃罪对韩卫星处以拘留。从韩卫星的妻子那里得到的消息让警方大吃一惊。据韩卫星的妻子阿梅交代，韩卫星一直在有意模仿女性。阿梅发现韩卫星一直偷用她的口红，起初阿梅只是以为韩卫星在开玩笑，但是有一天晚上，阿梅半夜醒来，看见韩卫星在家坐着，嘴上还抹了厚厚的一层口红。在严厉制止过几次之后，韩卫星依然我行我素，而且夫妻感情并不和睦，二人从来没有完整的睡过一夜。有时候韩卫星找他也只是为了某些欲望，在发泄完之后，韩卫星抽身就走，穿上裤子就不认人，两人差点因此离婚。韩卫星的哥哥也向警方透露了一个秘密，在韩卫星10几岁的时候，他就辍学了，从此跟着一个戏班子学习。在这种草台戏班子里，如果在适龄没有受到良好的性引导，很容易就发生性侵犯，有了性侵犯之后，就很容易导致性取向出现变化。而且韩卫星当时恰好也是10几岁的懵懂期，很容易就长歪了。韩卫星在这个戏班子学了1年多之后，就返回了家中，从此就感觉有些怪，变得亲近小孩子了，还会领一些小孩子回家过夜。街坊邻居也都说，韩卫星平常说话细声细气的，走路也不是平常男子阳刚，学习女人的腔调也是十分相似。虽然韩卫星只有小学4年级的文凭，但是他十分喜爱医术，还会给附近的人开药。警方把搜罗到的证据一一摆在韩卫星面前，韩卫星终于承受不住了，承认了自己犯罪的事实，这10几起案件全是他所做的。韩卫星本来和吴天俊关系挺好，但是后来发生了一点小摩擦交流，难怪警方在起初怀疑韩卫星时，夏天俊的父亲一口回绝，说两人关系很好，不可能是韩卫星下的手。韩卫星一直对两人争吵这件事耿耿于怀，于是就在9月12日那天实施了犯罪行为，并带领警方指认了杀害夏天俊时所用到的工具，还从机井里打捞上来夏天俊丢失的生殖器。韩卫星承认自己是同性恋，他割走男性小丁丁也是因为他那变态的小爱好。他把割来的小丁丁用盐处理过，能够长久保存，平常没事还会拿出来把玩。后来警方查得太紧，他才把所有割来的小丁丁扔到了机井里。到此为止，韩卫星之前的种种奇怪迹象都有了解释，他应该是早就知道自己的性取向有了问题，还试图通过医术自救，但是结果显然不尽人意。他发现自己与别人不一样，心中的愤懑无从发泄，也不好诉说，这才导致了他心理变态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他都不应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。从1998年到2007年间，韩卫星侵犯并杀害了11名男性青年，事后割走其生殖器。2009年，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、破坏尸体罪判处韩卫星死刑。9月17日，韩卫星被执行了死刑。重视青少年性教育，正确引导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，比孩子考多少分、拿多少奖更重要。学习好坏绝不是衡量一个孩子的标准。